金刚经最伟大的佛教经典之一，包含了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，被奉为诸佛之至母，菩萨之惠父，众圣之所依。在中国古代，上至帝王将相、名流士大夫，下至贩夫走卒、百姓之家，无不推崇金刚经，奉持金刚经，历经千年。这部经典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然而，很多人学佛后没有多少魄力了，然后悲观了，这似乎是佛法的错。其实不是的，是没有懂得佛法的真正意义才会如此。但是不是说懂了就能够真正乐观起来的，要乐观也要靠佛菩萨的加持力。如果要乐观，一定要诵金刚经，这是我的建议。金刚经一诵，真的全身都充满着阳气。有的人学佛后跟鬼神接触的比较多，身上阴气就很重，阴气很重，运气就很倒霉，而且常常觉得很悲观。以前有同修很难受时，我就建议他去诵金刚经，诵完了就好了。悲伤是一种魔，很多人学佛会着悲魔，然后动不动就想哭，觉得人生无聊，这就是悲魔。这时只有通过金刚经的加持力才可以的，这就是金刚经的威力。有些人在修行过程中想要帮助恶道众生，但往往不知道保护自己，导致阳气衰落。现在每天晚上在念佛堂念阿弥陀佛经，也感召很多众生来听经，念完以后就唱伽蓝赞，然后念大悲咒。净场就是请那些众生出去，要净场，这个很关键。修行人要先学会保护自己。有些人想要帮助恶道众生时，常常不知道保护自己，这样就很糟糕。很多阴性的众生跟了以后，慢慢的阳气就衰落了，所以要先学会保护自己，这一点很关键。在中医理论中，阳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能量，是一种正能量，与阴气相对。阳气旺盛的人往往精神饱满，乐观积极，而阳气不足的人则容易感到疲惫、悲观消极，甚至感召到负面的能量。年轻人要有一股魄力，以多念金刚经转变色身，增加阳气，做任何事情都会更有劲头。诵读金刚经还能帮助我们摆脱烦恼，当感到烦恼时，诵一诵金刚经，烦恼就会减少很多，同时还能帮助我们调和身心，使身体的气血运行更加顺畅，从而增强阳气，提升免疫力，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活力。这是因为金刚经的语言具有加持力，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保持平静和乐观。金刚经上说，当有金刚经在的地方，一天天龙鬼神都要恭敬。
像佛一样恭敬，所以我们要诵《金刚经》。天人喜欢听《金刚经》和《法华经》，鬼神就比较喜欢听《地藏经》，而孤魂野鬼之类的更喜欢听《地藏经》，因为《金刚经》念了，身上发出来的磁场是很旺的，很大的光芒，可以照到33天，光芒太大了，鬼神就有些怕。地藏经的磁场就是比较暗淡，鬼神比较喜欢，这是2个不同的点。金刚经的威力还体现在金刚经的语言。有一次我给一个朋友做禅修，他进去了，估计把前辈子恶道的种子翻出来，反正就是进入了可怕的境界。做过禅修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境界不是我们思维能控制的。他进入了一个恶道境界后，我就叫他念金刚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那个恶境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这就是金刚语的威力，实在不可思议。学佛的人一定要阳气很足，阳气很足时才能乐观。有的人很悲观，是因为阳气衰了，那么阴气就重，阴气重就容易着魔，感召到冤亲债主，他们来报仇，这就是业障现前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做功德，回向给冤亲债主，同时也要多多诵金刚经，然后保持阳气，保护自己的阳气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身体很差，气血不足，阳气衰弱，全身经常乏力，亚健康很严重。请问我诵金刚经可以补阳气吗？当然，金刚通常指的是钻石或者金刚石这种坚硬无比的物质，象征着无上菩提，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禅修和修行，达到精神上的坚强和不可摧毁的境界。对应的就是提升阳气，破除一切相，能破一切相，自然能扫除一切法。金刚经的精华就在善护念3个字，一切修行的基础。善护念，什么叫念？一呼一吸之间叫做一念。照佛学的解释，人的一念就有84000烦恼。烦恼不一定是痛苦，但是心里很烦。譬如有人坐在这里，尽管金刚经拿在手上，也在护念。他护一个什么念呢？人生的境地经常都在烦恼之中。烦恼些什么呢？心里讲不出来，烦得很。结果呢，一天到晚怨天尤人。人的心念一念之间包含了84000的烦恼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真正的清净心不是有个光，有个境界，而是不住色，不住声香味触法。真正的修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该随时随地无所住，坦坦然，物来则应。过去不留，达摩祖师到本土来传禅，
修行方面有4句话，大家一般不注意：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外息诸缘，放下外面的一切，随时如此，内心无喘。为什么用这个喘字？喘气我们普通认为是呼吸，内心静止了，呼吸也住了，心气一住了，念也住在息的境界上，一切杂念妄想都住了，就是内心无喘。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的善护念。心如墙壁，是内外隔绝了，外面环境再吵再乱没有关系，自己内心依然清净，所以心如墙壁就隔离了。心出家了，那才是真出家，永远照顾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动坏念头，乃至不动念，意念如不动。而善护念就是阳气生发的开始。当一个人痛苦时，这时候如果能念金刚经，提升阳气，慢慢的病苦就会消除。金刚经对治病的贡献的价值，还在于能提高一个人的心气和勇气，能有真正的勇气来面对心魔。金刚经一诵，全身都充满着阳气，做什么都不怕了。人要精气神，要有一股魄力，转变色身，然后增加阳气，这样做任何事情都有劲。金刚经很关键，如果烦恼时也要去诵一诵，烦恼就会少掉很多。这是金刚经语言的加持力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的境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这就是金刚语的威力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修行人一定要阳气很足，阳气很足时才能乐观。有的人很悲观，是因为阳气衰了。那么阴气重，阴气重就容易着魔，这就是业现前。所以我们要断恶业，好好修善业，做功德，回向，同时也要多多诵金刚经，然后保持阳气，保护自己的阳气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金刚经可以增加人的阳气，林则徐一生念金刚经，才有大勇气虎门销烟。被流放到蒙古后，也不怨天尤人，又为当地的水利、农业发展造福一方，这和金刚经的加持力是分不开的。金刚经也叫能断金刚经，因为它能斩断乌七八糟的业力对生命的吞噬，摄心一处。所以金刚经中老是谈到持戒修福。经云：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人。真正知道了一切法无我的时候，达到了无我的境界，自然达到了无生法忍的境界。被伤害，没有动过怨恨的心，只有慈悲的念，因此他没有觉得痛苦。这是定，这是无生法忍，这也是般若，也就是悟的境界。持戒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修福，为了把生命节省下来，做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成就自己，完善人格；第二，利益社会，建立功德；
他告诉我们的是用金刚的威力去修行，断除一切烦恼。金刚经一诵，真的全身都充满着阳气，自然就会有好的发心和愿力。有的人身上阴气很重，运气不好，或是孩子性格不好，想要开智慧的，增加阳气的，一定要开始读它。金刚经与阳气的内在链接。谈及阳气，我们喻指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与内在的光明温暖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金刚经中的这一金句，恰似一股清泉，冲洗掉心灵的尘埃，使之内在光明透亮，生机勃勃。修行者在经文的引领下，学会不被外界所动，不被执着所困，心灵便能如阳光普照，充满无限活力。而空性智慧与乐观心态的培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金刚经的这一核心教义，让我们洞察到世间万物皆无固定不变之相。这份洞察力，使我们在逆境中也能笑看风云，以超然的姿态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起伏。所谓般若波罗蜜多，即非般若波罗蜜多，教导我们即便在追求智慧的路上，也不应执着于智慧本身。这份洒脱正是乐观心态的源泉。实践智慧，转化心境。菩萨于法，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金刚经鼓励我们将般若智慧融入生活，通过六度修行，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，不仅净化心灵，更是在实践中培育出坚韧不拔与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。每一次布施，都是对自我执着的一次释放；每一次忍辱，则是心量拓宽的契机。这些实践犹如阳光下的雨露，滋养着内心的乐观之花。金刚经与现代社会的共鸣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，这不仅是对时间本质的洞察，也是对当下生活压力的解药。每日诵读金刚经，如同在喧嚣中寻找一片静谧之地。经文的每一字一句，都是对心灵的抚慰，让我们学会在纷扰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乐观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融入金刚经的智慧于日常，不仅是对佛法的深入探索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。在经文的引领下，修行者能够内化其教诲，让心灵的阳气勃发，乐观如太阳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能照亮自己的道路，温暖周围的世界。金刚经的开始是这样一段经典对话。佛祖问须菩提，恒河里的沙子多不多？须菩提说，当然多。佛祖又问，如果有人散尽家财，像恒河里沙子这样多的财富，去做慈善，
这算不算一种功德？须菩提说，这当然是莫大的功德。佛祖说，有一种功德比这个更大，那就是你开悟之后，把《金刚经》里的最核心的4句话解释给世人听，让更多的人都开悟，这才是莫大的功德。第1句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。有我相是执着于自己的观点和自我认知，有人相是常常根据外貌、性格、能力等方面对他人进行评价和分类，有众生相是人会根据种族、物种、社会地位等对生命进行评价和对待，而有寿者相是追求永续，如生不死、言不死、青史留名等等。这4种包括了世间一切法相，如果执着了，就不是菩萨。众生执着4相为实有，所以痛苦轮回。正因为有种种小我的评价，所以执着了，痛苦了。人生要跳出樊笼，在一个个相上，只要通过关，破除了相，烦恼立刻消失。第2句，凡以色拜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凡是看见我就拜我的人，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就来求我的人，都是执迷于表象，是邪道，永远都见不到如来。很多人烧了很多香，拜了很多庙，但是心不能成，也只是枉然。如果内心有如来开悟，那么你随时可以见到。相反，如果内心没有如来不开悟，只是外求，必然不能灵验。人要向内求，向外修。所谓向内求，就是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，要明白在关键时刻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，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答案，别人只能给自己一个指点或者启示。所谓向外修，就是当我们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要借助他人才能修自己，而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，不问人事。第3句，凡所有相皆为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所谓如来，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能够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。一旦你可以穿透表象而看到真相，就彻悟了。事物的外表是虚假的，不真实的。这里不是说人不是真的，而是这一切是你内心呈现的相。如果能守住本心，在看见这些外表的时候，能够不被这些外表所迷惑，你眼里越有谁，就越看不见谁，你越在乎谁，就越看不清谁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唯有不着相，不住相，才能看清真相。第4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世间一切万法无常，是我们把它当作真的，其实是空的，常住真心，不生不灭，这是真的，我们偏偏把它当成假的。
对于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都颠倒了，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就应该知道到底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再妄想，浪费时光。方法是认知提升到一定阶段自己悟出来的，是靠执行和实践逐渐摸索出来的。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，好事或坏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好人或坏人，都是来度我们的，或好或坏，或痛苦或开心，都是指示我们修行的参照。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，都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，创业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和爱人之间有隔阂，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和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，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。每一件烦恼是道场，每一次情绪是道场，每一次恐惧都是道场。道场就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痛苦之处，在你每一次想冲动的时候，在你每一次急不可耐的时候。当一个人发现一切都需要自己才能给予自己的时候，他就开悟了。开悟是为了练就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，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，一眼看穿人心，直达事物本质，这才是在假象当中看见真实。如此，那些你想要的东西也会主动来找你。华严经云：信为道，圆功德母。可是许多人却智慧不够，对佛法产生种种怀疑。诵读金刚经就可以增智除疑，正如经中所云：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星云大师就曾说过，只要持诵金刚经，自然就能够见到自心本性，当下就能够了悟成佛。所以如果有缘诵读金刚经，自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因此很多人也都喜欢金刚经，持诵金刚经。南怀瑾老先生讲到金刚经的时候就说，这才是金刚经的要义，有所领受，福报莫大。接下来我就把南老的这篇文章分享给同修们听一听。佛告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。假使有这样一个人，不要说受持全部的金刚经，只要中间的四句偈能够真正领悟了，有所领受，而保持境界，然后再来教导别人，为他人解说，这个人的福报比用全宇宙财宝布施的福报还要大。这个很严重啊。这样说来，那讲金刚经的人福报就大得不得了了，大的没有办法装了，连宇宙都装不下了吧。这个福报是无为之福，清净的福，可不是世间的鸿福。关于这个四句偈等，前面已经提过，是千古以来研究金刚经经常问的。因为金刚经四句偈不止一个，经里头好的句子
都是四句连起来的，没有说究竟是哪个四句记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我们可以告诉年轻人做参考，我的话不一定对，你们诸位用自己的般若去参究。佛说过的，他说的话不算数，他的话就是医生开的药方，治你的病。你的病治好以后，如果你还捏着这个药方不放，那你就变疯子了。这是《金刚经》里他自己讲的。禅宗各宗各派经常提到一句话，要离四句，绝百非，这样才能够研究佛法。离开了四句，绝掉了百非，一切都不对，都要把它放掉。离四拒绝百非，也就是一切的否定。那四句也在金刚经上，也不在金刚经上，就是空有亦空，亦有非空非有。这四句世界上的事情道理都是相对的，正反，不正不反，即正即反。所以说离四拒绝百非，才是真正受持了金刚经的要义。四句记的道理就是这个要义。这一品是说明无为福的重要，也就是说学佛修道的结果是求无为之果。中文翻译叫无为，梵文就叫涅槃，涅槃就是无为的意思。无为之道就是最上等的成就。从这一点说起来，大家在那里打坐做功夫可不是无为啊，相反的，那是非常有为。在那里打坐做功夫，生怕功夫掉了，生怕境界跑了，有时候偶然来一点清净，把清净抓得比七宝还要牢，生怕清净跑掉了。有些人打坐，两个眼睛看着地下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过来问，你丢了什么东西？他说没有丢什么呀。我说那你为什么老是盯在地上看，好像东西掉了一样？可见多数人都在有为之中，达不到无为。真达到了无为，那就是成道的境界。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成道呢？要依循行为上的善行成就，福德成就，自然可以成道。所以学佛只有两种要事，一个是智慧资粮，一个是福德资粮。譬如我们现在研究金刚经以及所有的佛经，都是找智慧，就是储备智慧的资粮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找福德的资粮。智慧不够，不能成道，虽有智慧，福报不够，也不能成道。但是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圆满的。假使圆满，他就早死掉了。因为佛称的娑婆世界是一个缺陷的世界，所以要保留一点缺陷才好。曾国藩到晚年也很了解这个道理，他自己的书房叫做求缺斋，一切太满足了是很可怕的，希望求到一点缺陷。因此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，有福报的人没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没有福报。书读得好的多半是福报差一点，命运好一点的人，多半在知识上少一点。有了这一面就少掉那一面，要想什么都归了你，
那只有成佛才行。可是成佛求的不是这个福报，而是无为之福。无为之福是很难的，如此受感觉的状况，想思想，行生命的动能，实现时亦复如是，都同上述色法4句话一样。禅宗要人离4句，绝百非。4句就是空有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。大家应从此细加体会。本经的中文翻译太高明了，不把色蕴后面4句一句一句重复啰嗦的在意。若是用科学逻辑的方法，要将受、想、行、识和色法一样，一句一句写出来。可是本经不循此途，而以文学手法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，一笔便交代圆满。然而不啰嗦也不可以呀。般若法门是最高智慧的成就法门，一般凡夫怎么能懂？色法刚才已讲过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也交代完了。再来一谈感觉状态。设例子啊，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。你们现在自己关照看看，腿都做得差不多了。有些人本来满定的，现在是定的反面，难受到不得不摇动，坐久了不舒服，甚至烦躁不安。这是受因在作怪。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能吗？如果现在有人拿把手枪，你动一动就打死你，这一怕就忘了这双腿，只注意到手枪，管不了身体酸痛胀麻，好像是空掉了似的。这是心的变相作用，注意力的转移。受因变相为害怕，不是真能空了此感受。因此要观心为要，但你观心的感觉即是念头。你别以为只有思想的作用才叫念头。人坐在那里，百千种滋味在心头翻滚，就是受因为空，受因不空之故。譬如坐着气脉使身体自由摇动，一摇已是动念了，因为你念头跟着身上气脉与受因配合。如果受因不与之配合，便不至于随它起而动摇了。有些人搞不清楚，硬说只是气脉在动在摇，自己实在没有帮忙他，也没管他，他自然在动，没办法，甚至认为是神奇是道的妙用。这真叫人啼笑皆非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因为不懂现实的道理。那是第八赖耶识整个念头的艺术等留在作怪了。他说，舍利弗，真正的求法不着佛法僧三宝去求，不着于苦集灭道而求。然后他自问自答，所以者何？法无细论，为什么如此？真正的佛法没有细论。怎么叫细论？中文的细字本来有两个，看电影看唱戏的戏字，用的是虚字边加个歌字，表示是虚假的。
现在通用这个戏字，是小孩子在玩的游戏，是玩耍的。佛法讲戏论，是指小孩子开玩笑的话，玩笑的话不是实际的。什么是戏论？佛法的空有，主张空是真正的佛法，这就是戏论。讲有，一定要修到什么果，都是有为法，也是戏论。非空非有还是戏论？非空就是有吗？非有又是空吗？都是文字游戏。所以清朝的大思想家顾亭林就说，佛经像是一桶水，倒入另一桶中，再倒回来，只有一桶水在两个桶里倒来倒去，一个空的，一个有的。虽然他这是批评佛法，但有他的道理。你如果佛法搞不通，就成了这样。所有的佛法，所有的论辩，在逻辑上离不开这空有一空，一有非空，非有四个方向。维摩居士讲真正的菩提大法，要把戏论扫掉。禅宗讲离四拒绝百非，就是要离开这四个方向。也有人以为《金刚经》上有好几处四句话，像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等。但不是这里所说的四句。这里说法无戏论是告诉你，真正的法不在空，不在有，不在一空一有，不在非空非有的戏论。性宗讲的是毕竟空，相宗讲的是胜亦有。那么到底是空还是有呢？空也好，有也好，还都是方便。如果拿圆觉境界讲，都是方便。禅宗的最高境界，所谓离四句，绝百非，哪四句呢？空有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烦着了一边都不是。这些都是说法的方便，言语文字表达的方便，非究竟，不可以执着。明心见性，性从哪里见？无可见处，真无可见处。性从向上见，启用才可以知道它是怎么样一个东西。用过了自然便修，相空了自然见性。有诸性相，无离觉性。不管性宗所讲空的道理，或是相宗所讲的有的道理，空也好，有也好，都不离于圆觉自性。有缘人，这才是《金刚经》的要义，有所领受，福报莫大。这是南老告诉给我们的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诵读金刚经，愿你身心清净，阳气充足，诸事顺遂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